O ponto principal: eu simplesmente quero fazer carros cada vez melhores, não importa que tipo de plataforma eles tenham。近期，丰田以一种大胆的姿态对电动汽车是终极解决方案这一被广泛秉持的理念发起挑战。当绝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在积极的全面转向电气化发展之时，丰田却独树一帜，将战略重心聚焦于氢能技术领域。丰田毅然选择了一条与行业主流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把氢能提升到其战略规划的核心位置。在其他车企纷纷押宝于电池技术革命或者新型充电系统研发的时候，丰田采用了一项被很多人认为已经过时的技术。当下整个汽车行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已然发生转变。如今的问题不再仅仅停留在电动汽车是否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更在于仅仅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否足够。从传统汽车领域迈向综合性移动出行领域，丰田正积极进行战略转型。在日本举办的一场技术发布会上，丰田执行副总裁兼技术总监中岛宏详细阐述了公司的长远规划。丰田意在突破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局限，其愿景远不止于单纯的汽车销售，而是致力于成为一家全方位的移动出行服务提供商。为此，丰田将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基础设施条件以及用户的使用类型，量身定制多样化的清洁交通解决方案。中岛宏先生在此次发布会上与另外2位对丰田未来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一同亮相，一位是负责电池电动汽车研发的武藤五郎，另一位则是即将引领丰田氢能业务的水谷正和。这3位领导人的携手合作，恰恰反映了丰田的战略布局。丰田并未将发展的筹码集中压注在某一项单一技术上，而是采取并行推进的策略，同步开展电池电动汽车和氢能系统的研发工作。这种多元化的技术发展路径，彰显了丰田在应对未来交通变革时的审慎与前瞻性，有助于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移动出行市场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为何氢能依旧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氢能一直被视作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能源载体。在燃料电池应用场景中，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相结合，进而产生电能，其唯一的副产品仅为水蒸气，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颗粒物排放。丰田公司已在量产车型上成功验证了这一技术，例如 Mirai， 它是全球最早实现量产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之一。从本质上来说，这类汽车属于电动车辆，而明确这一区别十分关键。此类汽车的车轮由电动机驱动，但它们并非依靠大型电池来存储能量，而是借助氢气在车内进行发电。需要强调的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并非以水作为动力源的机器，它们不会在车内对水进行分解，氢气是在其他场所生产，以高压形式储存，随后在车辆内部转化为电能。虽然汽车排气管排出的是水，但其能源实则来源于氢气。在全球汽车产业迈向电动化转型的浪潮中，电动汽车 EV 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主导方向，其在发展道路上亦面临不容忽视的瓶颈。中国凭借其前瞻性的政策扶持、庞大的产业规模以及持续完善的充电网络，已在全球电动汽车生产领域占据核心地位。以比亚迪、蔚来、小鹏为代表的领军企业，不仅实现了年销量数百万辆的卓越业绩，更在电池技术研发上不断突破，持续引领行业创新。美国市场同样展现出强劲的电动化势头，特斯拉凭借其颠覆性的产品与技术，重塑了全球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认知与期待。通用、福特等传统汽车巨头亦加速战略转型，大力扩充其电动汽车产品矩阵，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正逐年扩张，电池能量密度与续航能力也稳步提升，共同推动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尽管如此，电动汽车的全面普及仍需攻克一系列关键挑战，供应链风险、电池生产对锂、钴、镍等关键原材料的依赖度极高，其供应链的稳定性正面临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多重考验。基建瓶颈充电设施，尤其在长途出行及重型商用车等关键应用场景下，其覆盖的广度与密度仍显不足，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技术难题、车辆充电效率、电网承载能力以及废旧电池的循环利用与回收体系，仍是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丰田汽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未来能源解决方案并非单一路径，氢燃料电池技术 FCEV 将与纯电动技术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交通能源体系，而非彼此竞争。
氢能的技术优势剖析，氢燃料电池相较于传统电池具备一系列显著的技术优势。在加注效率方面，氢燃料电池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传统电池充电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而氢燃料电池的加注过程仅需几分钟。氢燃料电池在能量密度与重量的比值上表现更为出色，这意味着在无需配备庞大电池组的情况下，搭载氢燃料电池的设备能够实现更长的续航里程。鉴于此，氢能在长途运输、商业车队、公交运输以及重型车辆等领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因为在这些应用场景中，车辆的停驶时间会带来较高的成本，而氢燃料电池快速加注和长续航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这部分成本。以丰田公司为例，该公司大力投入资源，致力于氢气生产和储存技术的改进。通过采用先进的电解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利用可再生能源从水中制取氢气的效率，为氢能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氢气储存方面，高压储氢罐采用了先进的复合材料进行制造。这种设计使得储氢罐能够在高达7008的压力下安全地储存氢气。同时，为了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这些储氢系统配备了多种传感器和完善的安全机制。传感器能够实时检测氢气是否发生泄漏，而安全机制则可以有效防止系统出现故障，全方位保障了氢气储存和使用的安全。曾经在寒冷气候条件下运行是氢能应用面临的一大难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现代氢系统引入了隔热和可控加热技术，能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确保系统性能的稳定。无论外界环境多么寒冷，氢系统都能凭借这些先进技术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进一步拓宽了氢能的应用范围。丰田公司正着力研究氢内燃机技术，以此作为其在氢燃料电池技术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探索。尽管汽油发动机和氢内燃机在燃烧原理上有所共通，但氢的独特性质对其燃烧过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氢的燃烧速度更快，燃烧温度更高，因此需要对燃烧室进行重新设计，并配备先进的冷却系统和特种金属合金。燃油喷射系统需要处理高压气体而非液体燃料，同时相关部件必须具备抵抗氢脆化的能力，以避免金属随时间推移而强度下降。在燃料储存方面，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汽油以低压液体形式储存，而氢气则需要以高压压缩气体的形式储存，这意味着需要采用坚固的碳纤维储罐，并将其集成到车辆的整体结构中。尽管存在这些工程上的挑战，但氢内燃机在大幅减少排放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氢气燃烧主要产物是水蒸气和极少量的氮氧化物，这极大地简化了排气系统，并有效消除了许多与传统发动机相关的污染物。丰田的远景目标是构建一个以氢能为核心的社会，其对氢能技术的投入并非局限于乘用车，而是积极拓展至卡车、巴士、火车、船舶乃至固定式发电系统等多个领域。在这些应用场景中，传统电池技术常因重量、续航里程和充电效率的限制而面临挑战。通过欧洲氢能工厂项目，丰田正致力于提升氢燃料电池系统的产能，并降低制造成本。公司计划于2026年推出新一代燃料电池系统，届时将实现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显著的成本优化。若此项计划取得预期成效，将有望大幅提升氢动力交通工具的市场竞争力与可负担性。此外，丰田亦着力构建完整的氢能产业链，涵盖氢气的制备、运输、储存以及加注等基础设施。丰田的宏伟蓝图在于，不仅要用清洁氢能驱动交通运输，更要将其应用于工业生产和能源领域，从而全面支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氢能社会。氢能汽车并非新生事物，其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却始终面临着现实世界的重重阻碍。氢能技术的探索可追溯至19世纪初，发明家弗朗索瓦·艾萨克·德里瓦斯与艾迪安·勒诺尔等先驱便已着手研发氢内燃机。此后数十年，在全球历次燃料危机与技术革新浪潮中，氢能作为一种能源方案屡次被提及与实践。从二战期间对卡车的氢能改造，到196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实验性电动货车，进入21世纪初，现代燃料电池汽车 FCEV 正式问世，丰田与本田率先开启了商业化的先河。如今，以丰田 Mirai 与现代 Nexo 为代表的量产车型，已充分彰显了该技术的成熟度与具潜力。
尽管技术已取得显著进展，氢能汽车的大规模普及仍面临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基础设施的短板加氢站网络的覆盖率极为有限，且建设与维护成本高昂。当前超过95%的氢气通过化石燃料、天然气重整制取，这一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削弱了其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效益。氢气的高密度储存与长途运输技术高昂的车辆购置成本，以及公众对氢能安全性的认知疑虑，共同构成了横亘在氢能汽车通往主流市场道路上的多重壁垒。若无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与大规模的产业资本持续投入，氢能汽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小众补充方案，而非大众化的主流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丰田公司并未将氢能定位为电池电动汽车 BEV 的替代者，而是倡导一种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其核心观点是，没有任何单一技术能够独立解决未来出行的所有难题。在乘用车及城市通勤等场景中，电池电动汽车已展现出卓越的适用性。氢能在特定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尤其是在长途重载运输、重型商用车以及高强度的工业应用中，其能量密度、快速加注能力以及对低温环境的适应性，使其成为理想的脱碳路径。在全球竞相迈向碳中和目标的宏大背景下，丰田的氢能战略体现了一种前瞻性的发展视角。它强调的是技术路线的灵活性，而非单一化；追求的是能源体系的长期韧性，而非追逐短期市场热点。氢能究竟能否发展成为全球交通体系的支柱能源，亦或长期作为特定场景下的解决方案，其最终命运尚需市场与技术发展的共同检验。但丰田的坚定投入已然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未来出行的图景远未尘埃落定。